今天是2024年的2月3号。昨天我去完上海博物馆东馆，今天呢一大早就要提着包袱和老公暂时离开上海，去外省旅游了。时间呢我们预定了3天2晚，行程准备前往3个不同的城镇，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景名胜和海岛生活。说到海岛啊，我们去的当然不是海南岛，而是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中的第5个大岛朱家尖岛。09年呢，它被评为国家4A 级景区，它的总面积呢有74平方公里。都说江浙沪包邮，那想必肯定是连在一片的区域，说不定会很方便呢。发出这样的疑问啊，是因为我们从上海出发前往朱家尖的话，查了好久，才终于被我发现到一条很便宜的路线，就是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坐早班巴士，7点出发，途经松江、嘉善，然后通过杭州湾跨海大桥来到慈溪，大巴继续沿着地图的边边一直开，又通过一道金塘大桥来到舟山，最后穿越舟山，在中午的12点抵达朱家尖蜈蚣寺码头。一路上大巴要开4到5小时，最低票价仅收费43元一人。大家知道这个路线有多划算吗？如果你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到宁波也要50元一人，且路上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也去不了2个海岛，还要另外想办法转很多趟车。如果是自己驾车的话，光是从宁波到舟山的高速费都要缴100元了，即便驾车坐轮渡，一辆车也要收费90元。所以啊，我和老公看到那么便宜的价格，真是不敢相信，惊讶的同时手也没停，赶紧订下单程巴士等待出发。不过天公不作美，当天上海的大暴雨从后半夜一直下到我们坐大巴出发后才有所好转。雨季出行的坏处就是行程只能缩一下水，并且需要带上质量厚一点的雨衣和防水鞋套。运气不错，我们的大巴在11点30分就开到码头了，提前了半小时，而且岛上的雨点很小。下车时还意外发现了这附近居然可以骑共享单车，于是乎骑行小岛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出发时因雨水淋湿衣服的怒火也渐渐散开，赶忙拉着老公开始骑行。一路上坐了那么久的车，自然先骑车去填饱肚子。这边蜈蚣寺码头附近看了一圈，都只有商业化的饭店，于是团购了一家还能承受的价格范围内99元的海鲜双人套餐，有6个菜，单份的量呢不是很多。风卷残云的吃完午饭，我们正式前往朱家尖的第1站景点白山景区，又名观音文化院，位于小岛的北部。我们爬了10分钟啊，就爬到这个白山景区的山顶了，然后这里围观景台。我这个角度，我们看到这个山，它那边就是观音法界，就我们刚才看的，但是它已经关门了，所以呢，只能在这里看。它与对面的普陀山隔海相望，景区里的景观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奇怪大石头，还有一个狭长的石头缝可以钻。我不想走这条路，非要让我走，那么窄的地方。洞深11米，高5米，宽0.35米至0.7米。白山并不大，脚步加快1个小时左右就能逛完。门票收费20元一人。白山景区的旁边有一个耗资100亿元打造的观音法界，那里呢是巨大的观音博览园，可以看到上百尊观音像汇聚而成的穹顶。今天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开放，如果开放了，门票收费90元一人。再去往下一个景点，中途我们骑车先去岛上订好的民宿，把背包放一下，减轻负担，只背一个我的常用物品包。一边骑一边发现这边的民宿基本能看到的大房子都在做客栈生意。我们订的这家价格也不错，100多一晚吧。反正下雨还加上淡季，住宿肯定是不用愁的，尤其是过年前的2个星期，岛上游客少得可怜。因为大批游客等到时候大年初5来岛上拜观音迎财神呢。接着前往第2个景点，舟山市民间平和博物馆。
从民宿需要骑行7.5公里才能到达。要不是我们穿着雨衣，这半天骑下来，将近25公里的路程，非得全身湿透不成。这家博物馆开在粤澳村码头附近，由一个70多岁的老爷爷看管，展出他自己捡了20多年的奇石、珊瑚、贝壳，还有古老的生物标本等等。我们骑到这里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的4点半，远远看到一幢白色小楼，硕大的蓝色字体被衬托得异常显眼。不知道这里开不开，先去2楼看看。看着好像不像是开门的样子。可惜博物馆并没有开门，步行完整片大楼，四周除了我和老公以外，并没有其他人。站在2楼的阳台上，可以看见对面的港口停靠着10几艘大型牛刺网捕蟹船，因为休渔期间而齐齐整整地排列在这里。粤澳村是唯一用重网去大海深处进行捕捞作业的渔村。听人说，他们捕上来的梭子蟹量大质优，肥美又鲜甜，有专属的粤澳蟹之称。现在宝宝要挑战一下舟山的泥巴滩。和老公走上码头，迎面而来的是喧嚣的海风，脚底还时不时能踩到梭子蟹的长鳍断臂，闻不到令人难受的海腥味，只有钻进衣袖间的寒风，令疲惫的大脑越发的清醒起来。好了，看完海景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和老公还要原路返回，骑回民宿去休息呢。第一天就这样完美结束，未完待续。准备吃晚饭了，拿了一点我自己做的那个，是一个巧克力的果仁排，我是模仿那个哈尔滨厂的，的杏仁排做的。然后呢，在镇上超市买了一袋老面包，6块5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了。